很高兴您来到 Star 频道。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。赵丽颖从百花到飞天，这个农村出来的女孩，中苦尽甘来。到了2024年，恰好是白玉兰奖、飞天奖以及金鹰奖3大电视剧荣誉评选同步进行的时刻。在一次次喧嚣的评选潮中，她显得尤为引人瞩目。仅凭《风吹半夏》与《幸福到万家》2部2022年佳作，她便成功囊括了3大奖项的提名。除了在电视剧领域独领风骚之外，她还在新年档期的电影《第20条》中，凭借出色的表演，摘得了百花奖的最佳女配角奖。有网友指出，若她真能荣获飞天奖，85花的格局必将迎来变革。尽管作为有望重塑格局的人物，她前行的道路同样充满了挑战和不易。在幸福到万家的舞台之上，她扮演的角色和幸福是一位社会底层的平凡人物。她勇敢地挑战着既有的偏见，坚定地对抗着现实的不公。这种表现仿佛在说，为什么长期以来的陋习就该被默认为天经地义？这一举动不禁引人深思。故事伊始，那场婚闹太过分的情节让每位观众都感到愤慨不已。在幸福的婚礼现场，妹妹何幸运遭遇了不公待遇，村支书的儿子借机利用婚闹之名，将何幸运困在屋内进行非礼。怒气之下，何幸福突然动手，用凳子狠狠地砸向了万传家的头部。婚礼不仅因此被彻底破坏，事态也迅速恶化了。尽管公公婆婆都对此表示了不满，但幸福毅然决定要为自己的妹妹争取一个公道。作为外来嫁入的新媳妇，这种出格举动在村子里让她处境艰难，步履维艰。她的顽固也因此成了村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。尽管公公为了避免被村支书报复，主动选择了道歉，但他仍旧坚持要求万传家给予道歉。这种不知好歹的性格，后来确实给他带来了不少的麻烦。在争取幸福生活的路上，何幸福的固执确实为他带来了不少困扰。尽管如此，这种性格驱使着他不断成长，最终引领万家庄走上了富裕之路。如果说在那部剧中，他成功刻画了何幸福的冲动与执着，那么在《风吹半夏》中，他则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风貌。与幸福到万家的乡村纪实不同，《风吹半夏》展现了创业时期的微小一隅。在上世纪90年代的背景下，许半夏、童潇齐、陈宇宙这3个充满理想的年轻人，构建了一个名为钢三角的团队。怀揣微小的理想，他们在创业的道路上不断奋斗。借着创业的机遇，他们从回收废品起步，历经10几年的辛勤努力，最终成长为宇宙钢铁公司的企业家。这条路上，他们曾遭遇过欺诈，卷入过诉讼，也经历了破产的冲击。在这条满是挑战的道路上，赵丽颖所饰演的许半夏于男性主导的钢铁厂中奋力拼搏，大展宏图，最终开创了自己的天地。在2022年间，这2部风格迥异的作品相继问世，为他赢得了全年的关注度，并揭示了其内在的庞大能量，为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。真正令人眼界大开，被认为是突破个人极限的，是他于2024年春节档期上映的电影作品。这部电影成就了赵丽颖荣获百花奖最佳女配角的荣誉，从法律与人性的多维度，深刻地展现了人性的复杂性和阴暗面。在影片中，赵丽颖所扮演的郝秀萍作为配角，生活中屡屡遭遇不幸，面对接踵而至的挑战，她不仅展现出了外在的顽强抗争，更深层次地展示出内心的坚韧与不屈。她精准的演绎，恰如其分地展现了每一步的挣扎与坚持，也因此收获了各界的一致好评。除了已获得广泛赞誉的作品，他于2024年播出的《与凤航》也引起了网络上的热烈讨论。
作为古偶剧与凤行，无疑是赵丽颖的擅长领域。她的古偶剧演绎能力，其出色的扛剧实力，早已为众人所熟知。与凤行一改传统仙侠剧的神仙战斗套路，以轻松喜剧的方式呈现，以新颖独特的视角吸引眼球，从而获得了广泛的关注。随着故事的推进，悬念与矛盾逐渐凸显，两人开始面临情感与道德的抉择。虽然未能参与评奖，但7.2的评分已明显展示了观众对这部作品的肯定与认可。相比赵丽颖一路高歌的事业，她的感情生活却显得短暂仓促，让人感觉匪夷所思。2018年8月16日，赵丽颖与冯绍峰闪电般公布婚讯，这一消息毫无预兆，着实让所有人感到意外和惊讶。无论网友如何猜测，当时事业正处于高峰的赵丽颖为何会与冯绍峰步入婚姻的殿堂？这一选择着实令人摸不着头脑。实际上，两人早在2016年拍摄《西游记之女儿国》时便已相识。尽管冯绍峰的起跑线似乎比赵丽颖更高，演艺资历也更为深厚，不过据当时的状况来看，赵丽颖在各方面的表现已不逊色于他。随后，他们一同合作了《知否知否，应是绿肥红瘦》的剧集。在演艺界，因戏缘结成眷侣的例子不胜枚举，但这两位平时行事低调，因此他们的婚讯来得着实让人措手不及。起初，粉丝们难以理解为何这二人会走到一起。毕竟，在认识赵丽颖之前，冯绍峰可是出了名的风流浪子。早年走红的他，也是历任女友不断更迭。在崛起的拍摄期间，他曾与徐凌文有过一段短暂的恋情。随着冯绍峰移师北京发展，这段情感也随之画下了句点。2008年，冯绍峰在《芸娘》的拍摄过程中与安以轩相识。到2009年，两人再度合作《锁清秋》时，关于他与安以轩之间深情专一的传闻便开始流传开来。冯绍峰曾如是感慨：心向往明月，却知照沟渠。尽管竭尽全力，最终却以一场空的结局收场。2011年，《宫锁心玉》这部剧大受欢迎，冯绍峰与杨幂在剧中相遇，自此两人之间的绯闻便不胫而走，甚至二人的社交媒体上也出现了公开的互动。嘿，有人传咱俩在谈朋友，你知道吗？我怎么没听说这事呢？真的吗？那我们就来谈一谈。咱们看上去还挺有夫妻缘的。这种含蓄的互动未能结出果实，反而让刘恺威先行了一步。2013年，冯绍峰忽然公开了与倪妮的恋情。两人在2012年相遇，拍摄完《我想和你好好的》后，自然而然的，他们步入了恋爱的阶段。倪妮甚至写道：万一将来某天我与你分道扬镳，名字就倒转来写。这话果然是应验了。2015年，倪妮公开转发消息，暗示两人的情感关系已告终。如此看来，冯绍峰几乎是在每部剧开拍时就会有绯闻传出。在大家眼中，温顺如赵丽颖的女孩，怎么会与这位情场老手共结连理呢？外界怎么看都不合适的两人，可惜最终还是没扛过3年的婚姻考验。2019年3月，冯绍峰宣布了喜讯，他们的儿子想想降临人间。仅仅2年光景，赵丽颖的工作室就宣布了她与冯绍峰婚姻关系的终结。尽管外界对此众说纷纭，但这对情侣如同当初结婚时一般，对所有猜测和议论都保持沉默，没有给出任何解释。不少人猜测，他们结束婚姻可能与家庭状况有所关联。冯绍峰自出生起，父亲便是身家过10亿的纺织业巨擘，他出身于富裕之家，这一点人尽皆知。作为家庭的唯一继承人，冯绍峰自幼便享受着锦衣玉食的奢华生活。相比之下，赵丽颖的出身就逊色多了。
赵丽颖出生在河北廊坊的一个普通家庭，不算贫穷，却又绝对与富裕相距甚远。她学习成绩一般，初中毕业后只能进入中专学习空乘专业。后来，她在市内的管道防腐公司担任销售，凭借着甜美的外貌与出众的销售能力，成为了公司的销售冠军。尽管如此，从小就有表演梦想的她却不愿就此放弃。深思熟虑后，她毅然选择了北漂的道路。对她说来，雅虎搜星比赛既是一个难得的机会，也是一次大胆的尝试。可能命运垂青了她的梦想，赵丽颖在这场比赛中获得了冯小刚组的冠军。自此，她正式踏入了演艺之路。对她而言，真正的挑战才刚刚拉开序幕。出演冯小刚执导的广告片《贵族片》后，她开始了在娱乐圈的奋斗征程。在大众普遍崇尚尖下巴审美的年代，她那小圆脸想要脱颖而出，其难度可想而知。几乎没人愿意给长相独特的女演员机会，大家的建议都是让她放弃，却偏偏机会眷顾了她。经历了7年四处打工的岁月，到了2013年，她在《陆贞传奇》中饰演女主角，正式步入公众的视线。陆贞这一角色的形象深刻地留在了许多观众心中，他们纷纷夸赞这个拥有小圆脸的甜美女孩。一时受到观众赞誉的她，自此踏上了娱乐圈璀璨夺目的旅程。2015年《花千骨》一经播出，她饰演的天真善良、坚强痴情的小骨瞬间风靡网络。这部剧不仅刷新了内地电视剧的收视巅峰，更为她赢得了白玉兰女主角提名以及金鹰奖的认可。2016年的《青云志》，2017年的《楚乔传》，再到2018年的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》，这些作品见证了她的成长与辉煌。每年一部爆款剧的高频率露脸，使她逐渐成为广为人知的女明星。可惜，2018年怀孕后，她的工作几乎全部陷入停顿，整整1年，她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。对于正处于事业巅峰的女演员而言，1年的空白期很可能意味着之前的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。复出后，她几乎立刻便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剧组的工作之中。2020年，她在中国福布斯名人榜上位列第7。从那以后，拼命三娘的绰号一直与她如影随形。2021年，在与冯绍峰离婚后，她更加勇往直前，电影与电视剧接踵而至，无缝切换。在2024年，她凭借《百花》最佳女配角提名和3大电视剧奖的入围，获得了对她一路以来辛勤耕耘最大的肯定。她的势头愈发强劲，终于实现了儿时的梦想。从青涩无知到如今星光璀璨，这条追梦之路她走了将近20年。不改初衷，这位来自农村的姑娘以最低的起点，却创造出伟大的事业。她的人生起飞为普通人树立了生活的典范。